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数字美食频道，我是老高。今天更新《异形地球》第3集完整内容。眨眼间，温蒂就锁定大厦底层停车场，空地上那几辆冷冻车看着就透着诡异。他试探着喊了2声，其中一辆车里传来哥哥的声音，还急着说2号仓库。但温蒂哪是知难而退的人，抄起家伙就冲进车厢，结果眼前的画面让他心都揪紧了。赫米特被异形当粮食储备，死死固定在铁板上，浑身裹着黏糊糊的东西。他刚要动手割开粘液救哥哥，车厢外突然晃过异形的影子。这怪物还挺狡猾，不正面硬闯，居然绕到车顶准备偷袭。温蒂反应超快，直接抽刀刺向异形。可谁能想到，这一次竟让异形流出大量酸液。兄妹俩当场看呆，这生物的防御力也太离谱了吧！赫米特急着护妹妹，想强行闯出去，结果被异形一个甩尾直接击飞。还没等他爬起来，异形已经飞扑过来，长长的口气都快凑到他脸上了。关键时刻，温蒂甩出锋利铁钩，精准勾住异形的嘴巴。不愧是混合人，这力量绝了。他想借着就要把异形关进身后的库房，赫米特也立马会意，强撑着受伤的身体，准备配合关门。但谁都没料到，温蒂还是低估了异形的战力，不仅没关上门，自己还被硬生生拖进了库房。门外的赫米特急得直跺脚，只能听见里面哐当哐当的打斗声，每一声都像砸在他心上。好不容易撬开这帘门，眼前的场景又惊又险。异形脑袋被劈成2半，温蒂却浑身是伤，一句话没说就瘫倒在地。赫米特想冲过去救妹妹，可自己之前也受了重伤，没走2步就倒在温蒂身边。兄妹俩双双失去意识。看到这儿，老高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这俩能撑过去吗？镜头一转，咱们再看另一边的大反派天才集团。搜救队领队白发早就把失事飞船的资料传回总部，总裁博伊卡直接笑得合不拢嘴。你猜怎么着？这艘飞船是竞争对手汤古公司花了数千亿，到了60年才弄到的，里面藏着外星生物样本。博伊卡算盘打得噼啪响，这么好的东西，我怎么可能白白错过？他立马叮嘱白发，必须把所有样本都带回来。要知道，飞船上总共5种外星生物，光粗略评估已经抓到的3种，就能撬动1兆级别的市场，更别说还能研发生物武器了。手下科学家还担心这生物太危险，可博伊卡胸有成竹，咱基地有最高防护级别的隔离实验室，怕啥？不过他也有个小顾虑，混合人怎么样了？尤其是温蒂，毕竟公司在他身上砸了10几亿，要是出了岔子，那可就亏大了。这边天才集团忙着捡漏，另一边温蒂留下的同伴史莱利可没闲着，他一个人在飞船里晃悠，时不时传来的怪响差点把他吓掉，好在混合人同伴及时赶来支援，俩人手舞足蹈地吹嘘自己刚才多危险，结果没高兴多久，飞船唯一的幸存者生化人老莫举着枪就出现了。老莫眼神冰冷，开口就是保护外星标本，对这些搜救队半点好感没有。他一边往自己体内导入飞船资料，一边盯着史莱利打量，突然就掐住了史莱利的脖子。你既不是人类，也不是单纯的生化人，到底是什么？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候，领队白发找了过来，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。老莫瞬间慌了，一问才知道，天才集团的大部队正在赶来的路上，而且脚下的异形弹已经开始蠕动了。老莫知道自己打不过，干脆一个跳跃逃了出去。这生化人的战斗力，老高真是服了。没了老莫这个阻碍，天才集团的搜救队直接把失事飞船搬空，连昏迷的温蒂兄妹也没落下。几艘运输舰浩浩荡荡飞回总部，总裁博伊卡早就等在门口，眼神里就盯着2样东西，一是温蒂，二是外星生物样本。毕竟这可是关系到公司未来几10年的发展。不过博伊卡没得意忘形，先去确认了温蒂的伤势，得知能修复才松了口气，接着就火急火燎往实验室冲。看着那些从没见过的外星生物，他就像看到了一座金山。可刚凑过去，异形弹突然开始蠕动，白发眼疾手快把他推到一边。总裁小心，我在飞船上见过好多残尸，这异形说不定喜欢寄生在人体内。博伊卡吓得捏了把冷汗，赶紧叮嘱生化人，绝不能让任何人类进实验室。看到这儿，大家是不是跟老高一样好奇，这异形的寄生能力到底有多强？咱们再说说史莱利，他虽然回到了基地，可老莫那句机器何时不是机器了总在脑子里转，甚至开始胡思乱想。老莫会不会趁我睡着摸过来？光头管家还安慰他基地在海洋中央，不可能。可谁能想到，老莫被植入了保护标本优先于一切的指令，就算汤古公司新负责人让他回去，他都直接拒绝。这标本他是非抢回来不可。更觉得还在后面，史莱利正在卧室看动画，突然听见老莫的声音。原来老莫早就在他身上做了手脚，能无视距离通讯。
史莱利毕竟还是个孩子，被老莫几句话就卸下了戒备。老莫那意味深长的笑容，老高一看就知道，史莱利要成老莫潜入基地的突破口了。这边阴谋在酝酿，那边温蒂兄妹还在抢救。赫米特内脏受损严重，只能切除后植入生化器官。温蒂相对好点，在手术台躺了半天，却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唤醒。而不远处的实验室里，白发正在解剖异形蛋，为了防止里面的东西逃跑，还特意准备了大功率吸气罩。他要是想逃，蛋壳被切开的瞬间，一只抱脸虫幼崽露了出来，白发面无表情地把它扯出来准备切片。亚当没注意到这小家伙正在发求救信号。巧的是，温蒂刚走出病房，突然头疼欲裂。你敢信？因为超级电脑的加持，他居然能捕捉到外星生物的交流信号。温蒂颤颤巍巍走进实验室，正好看到白发切开抱脸虫的尸体，而抱脸虫核心里居然藏着一只透明的异形幼崽。就在白发把幼崽放进装着内脏的容器时，温蒂突然受到剧烈冲击晕了过去，而那只幼崽居然在容器里欢快地游了起来。这是找到新栖息地了。好了，第3集的剧情咱们就捋到这儿。可能有朋友会说，这集内容好像不多，但老高要跟你说，这集藏的细节全是王炸。首先是温蒂的特殊性，之前只知道他能单挑异形，这集突然解锁捕捉外星信号的能力，会不会跟之前和异形的战斗有关？其次是天才总裁博伊卡，白发提到异形寄生特性时，可以说培养舱里的尸体是从内部被杀死的，这种原始生物肯定要像你一样，寄生在人类宿主体内才能成长。这话啥意思？难道博伊卡也不是正常人类？而且他还亲口说爱上温蒂，因为在他身上砸了10几亿，这话直接让另一个混合人嫉妒了。要知道这个混合人自学多国语言，满脑子想得到总裁认可，说不定后面会搞事情。还有个细节大家可能没注意，天才集团为啥选孩子当实验对象？博伊卡说只有孩子才是天才，能进入无限想象的世界，可孩子的缺点也明显，缺经验，容易被蛊惑，就像之前执行任务没带武器，其实是公司怕他们乱搞。说到这儿，老高的跟大家聊2句。这部剧不只是讲异形杀戮，还藏着人类与人造人社会性的探讨，所以后面可能会有不少文戏。要是只想看异形打怪的朋友，可能会觉得有点落差，但老高觉得这种有深度的爽剧才更有看头。最后老高再跟大家猜一猜，异形能在地球横行，绝对是人类或生化人类都搞出来的。而且这集终于说清了抱脸虫和异形的关系，异形幼崽一直藏在抱脸虫体内，找到宿主就注入进去滋养。大家觉得后面剧情会怎么发展？老莫能通过史莱利潜入基地吗？温蒂的新能力还会解锁啥？博伊卡身上到底藏着啥秘密？欢迎在评论区跟老高聊聊你的看法，咱们下期接着说。对了，我发现目前很多小伙伴还没订阅，记得点赞和订阅支持下数字美食频道。再见。